今天我要用番茄和香菇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，家里只要有面粉就可以做了，再加上一些自己喜欢的食材，或是冰箱里面本来就有的食材来做搭配，就可以煮出一碗香喷喷的剪刀面了。等一下呢，我会带大家看看我们在过年前呢有小小改造的小角落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ristin Wong TV， 我是 Kristin 巴拉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番茄和香菇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一颗番茄，把番茄的蒂头去掉，对半切。把番茄切成大丁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把番茄放入盘中，准备2个干香菇，我已经冲洗干净了，加入热水，把它泡软。我习惯用热水泡香菇，这样子比较容易快速变软。可以了。准备1颗马铃薯，这颗马铃薯是不需要削皮的，然后就是把一些不漂亮的地方去掉，可以了。把马铃薯切片，把马铃薯切丝，把马铃薯放入碗中，放入半茶匙盐。加过滤水，防止马铃薯氧化变黑，让它浸泡一下。来削一点红萝卜，把削好的红萝卜切下来，把红萝卜切片，把红萝卜切成细丝，把红萝卜放入盘中。来准备1小段的西洋芹，先切片，把西洋芹放入盘中。香菇泡软了，挤干水分，2片叠起来一起切，切细丝。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剪刀面呢，是因为过年期间呢，我看到朋友在做剪刀面那一次，觉得好特别哦，然后我也想要来学学看，然后就做看，然后就来跟大家分享。我觉得剪刀面的做法很像马来西亚的面粉糕，也就是台湾说的面疙瘩，都是用面粉搓成的面团，只是剪刀面的面团呢会比面粉糕的面团硬一点，还有面粉糕呢它是捏成一片一片的嘛，之前我影片有分享过，然后剪刀面呢它是用剪刀剪成一条一条的，形状有一点像上次我做的马来西亚老鼠粉，大家可以回顾看看之前我做的那个老鼠粉的影片。面粉呢，也是我们家常备的干货之一哦。我的食谱书前面呢，也是有分享一些我常备的干货类，大家也可以参考我的食谱书。我习惯备什么干货在家里。那面粉呢，因为用途性很广，可以做面条、做面粉糕、馒头、煎饼、做素排丸子，有时候也是会用到面粉，要加一点进去，或是调成面糊做炸物。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分享，你们家干货都备有哪些干货？现在继续把这个香菇切条，把香菇放入盘中，来称400公克的中筋面粉，半茶匙盐，缓缓的倒入过滤水150 cc， 倒一部分搅拌，等一下再倒另外一部分进来。已经变成棉絮状了，可以用手搓揉。油已经融合在面团里面了，持续是搓揉，搓揉成像这样子光滑的面团，可以了。
比较偏硬的面团。现在盖上一个盘子，让它醒15分钟。面团在醒的时候，现在就来带大家看看我们过年前改造的小角落，总共有3个地方。这次呢，小改造呢要感谢完美主义的赞助。第一个小改造的地方呢，就是拍摄的这个空间啊。这里呢是我们家的餐厅，然后这边呢就是有这个用了快30年的电器柜，因为它很坚固，然后是实木做的，上面呢我就会放一些电器啊，就是你们看到的背景这样。还有呢，增加了一个完美主义的复古掀盖桌面收纳柜，这边呢我就放了一些我们常吃的保健食品，早上起来就会吃，不会忘记，还有一些益生菌啊。这样子，还有每天要吃的坚果，大概抓个5到7颗这样子吃。然后这边其实还可以再放一些早餐面包，因为我拍摄需要，所以我就放了2个杯子装饰。这样掀盖的很方便使用，我很喜欢它这个掀门的设计，然后它外形呢又小巧可爱，可以增加在自己现有的家具上面，比如说化妆桌上面啊、餐桌上面，然后就像我增加在这个电器柜上面，多一个小收纳柜的实用性，然后玻璃和木头的搭配呢，就可以增加一点复古的风格。第2个角落呢，就是餐厅那里延伸过来进入式领域2道的这里呢，有一个小角落，然后这边呢我就放了这个多用途的厨房收纳柜，因为呢电器很多，没办法全部都摆在餐厅的电器柜上面，所以呢就利用这个小角落呢，增加了这个收纳柜。这里呢就放了这个电锅啊，还有一些我收藏的茶壶。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不常用的茶壶，但是就是很美，我就收藏在这里。还有这个研磨咖啡豆，还有一组的茶具，就客人来的时候可以泡茶，还有一些装饰品这样。它这2块层板呢是可以移动的，因为这里都有孔洞，所以看你锅具的高低呢去做调整。下面这一层的平台呢，我就放了咖啡机啊，还有平常会用到的水杯，还有水壶这一些。这里有一个拉盘，我是放了烤箱。还有这里的大抽屉，我放了各种的粉类，料理的时候很方便取用。侧门这边还有2层，我放了一些我很常用的搅碎机，收纳在一个篮子里面。然后最里面呢，就放了一些大的调理碗。第3个地方呢是厨房，因为呢我们家的厨房是 L 字形的那种传统式的厨房，其实呢很想换一组比较现代的白色系厨房，可是呢橱柜又好好的没有坏，所以呢就继续沿用下去。那这个 L 型厨房 L 型处的那个转角那边呢，因为没有任何的铁件嘛，所以呢那个转角处呢就比较难放东西，尤其是比较里面的，手要伸进去才拿得到，所以呢我就干脆不放东西在里面了，因为很难拿。所以呢现在呢我就增加了这个迪恩三门厨房收纳柜。我很喜欢玻璃元素的家具或是设计，它是掀门的开关方式，然后就觉得很有设计感，跟刚刚那个很像。然后平常在厨房使用的时候啊，我都是把门片掀起来的，因为这样呢我就可以随手拿取我要的锅子啊或是保鲜盒。那做完菜整理完厨房呢，我就再把这个门片放下来，这样子整齐美观的收纳。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凹槽，我可以放一些食谱书啊在这里，或是放 iPad 追剧这样子。第2层我就放了一些厨房湿纸巾，还有吸油纸巾。这是烤吐司机，然后它的烤盘通通都收纳在一个篮子里面。再来一些不粘锅，跟这个是铸铁炒锅，就放在这里。最后一个抽屉呢，就是放米还有洗菜的盆。面团醒好了，把它取出来，撒点粉在砧板上，用剪刀把它剪成一条一条的，大小适中。剪完了，最后撒上一些面粉，把它拨一拨，不要粘在一起。再继续撒一些。可以了。现在要来煮剪刀面了，锅内倒入水。
盖上盖子，把水煮滚。水已经滚了，放1汤匙的油进来，把剪刀面慢慢放进来，轻轻的推动，彻底搅拌，不要粘锅底。确定没有粘锅底，可以了。继续让它煮，煮到大滚了，大约煮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，已经熟了。关火，捞起来，放进冷的过滤水里面。准备个炒锅，锅内放入纯白芝麻油1汤匙，把香菇放进来炒香。闻到香菇的香气了，现在放入红萝卜、马铃薯，快速翻炒。翻炒均匀了，现在放入番茄。继续翻炒，把番茄炒软。番茄有变软了，现在加水，大约加200cc 的水，翻拌一下来调味。素蚝油1汤匙，酱油1汤匙。白胡椒粉1/4茶匙，二砂糖1/4茶匙，盐半茶匙，五香粉适量。把所有调味料炒匀。调味料炒匀了，现在放些素食香菇角进来，用手撕成一丝一丝的。大概放3个，翻炒，翻炒均匀，现在盖盖子焖煮。我大概焖了5分钟左右。哇，布噜布噜的好香哦！最后放入芹菜。翻拌一下，把剪刀面放进来，快速的拌炒。现在放入太白粉水，持续的炒，炒到它大滚。所有味道都融合了，好香哦！关火起锅，开始是吃剪刀面。剪刀面？对，用剪刀剪成的面。啊，真的？2个是比较偏硬的口感。面粉糕因为是一片一片的，所以是比较薄、比较软。那这个剪成一条一条的，然后就会比面粉糕来的硬一点的口感。我今天用了这个番茄呢，切成大丁状，把那汤汁弄得很鲜甜。就是如果煮比较有汤汁类的，我就会放一个比较可以熬出味道的蔬菜去煮。好甜哦！然后再来把那个香菇炒香，这样子整道菜就很有香气。好吃哎！我觉得很像台湾的那个羹面，然后天气现在冷冷的，吃起来就很温暖，很好吃。好吃哎！
好特别的一个剪刀面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很厚，很有嚼劲，很好吃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要订阅我的副频道，还有追踪 Facebook， 还有 Instagram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太好吃了哈！这很硬就不会不好吃。对啊，因为它味道很香还有香菇啊，香菇哦，这我们家很香。